如果我问中国经济到底现在好不好？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宏观的问题，我们也都不是经济专家，现实中的感受和宏观的数字又有很大的差异。那我有一个办法，你看我现在就站在南京东路，已经建成25年号称中华第一街。我以实路的方法，从一头走到另外一头1528米，一路走下来，带你去看一看，就会有一个真实的感觉。那么现在呢是2024年6月27日，一个周四的中午，应该说不是一个特别火热的时间段，作为观察是非常好的。我记得23年底12月来的时候这条路有一些萧条，那它现在怎么样呢？欢迎你随我一起看一看。因为声音环境嘈杂，我做了一些处理，但还不是特别理想。取舍之下部分保留了一些环境音敬请谅解。我们开始吧。我们镜头转一转就来探索一下这条中华第一街。映入眼帘，首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海黄埔，后面这么多，这是南京东路，这是也是一个很老的商店，叫第一百货中心。我不是这么了解上海的各个建筑历史但是我尽量带大家看一看，讲一讲我所知道的一些。南京东路呢，全长1528米，1.5公里，不是那么长。刚才看到的这一段呢，是叫西藏中路，就是在我的右手边这里。然后呢，另外一头它连着呢叫中山东一路，前面就靠近外滩了。旁边呢，这个建筑都比较复古的它是1999年建成，江泽民题词。你走到另外一头呢，是可以看到的。距今是25年的时间，它也几经变迁，老的建筑还在，新的呢也一直在更换这个翻新。第一百货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百货商店。嗨，我再插一句在我行走的过程中呢，我会把观察到新的零售业态广告设计上的一些变化做一些介绍。有一些店呢，我会直接走进去带大家逛一圈，看看他们在卖的是一些什么东西，大概长成什么样的，物品的价格分别是什么样的这里面当然有新店，也有老店，最长有400年历史的一家店，也会带大家进去看一下，从头到尾，我希望呢还是可以带来一些文献价值。磨出了光泽。89年给的一块牌匾，但它其实很早就成立了。有没有看到介绍？所谓步行街这整条路是不能通自行车、电动车、汽车都是不行的，只有靠人的双脚来走。印象中小时候是非常非常热闹，当然外地游客到上海就一定会先到这一边。希望我尽量不要遗漏一些东西。你看看这个通道，应该是在第一百货的地基小时候我也会去，我买东西你要好一点、正规一点，或者想要上一些档次，可能在这个。现在我估计就是一个一般的百货店了。这是一个 Adidas 的店。我们接着往前走，这边有个好玩的 Bagel Museum， 纽约贝果博物馆，各种各样的 Bagel， 这个树上也是有挂着 Bagel， 非常有趣也有涂鸦 I love Shanghai。小巷子就比较旧了，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小吃。通常呢，上海人过来不太会在这边吃，有可能有好的店我不知道因为这里还是游客比较多一点。这家店也是很久的时间了，泰康食品，名表维修，这种都是国营的老字号，很久很久的时间，有可能买月饼或者
这个特殊的食品，大家都爱过来买。这家茂昌眼镜是1923年，这也是有101年的时间了。茂昌眼镜商店。上海配眼镜很贵啊，4位数是常见。感觉我的左手边相对现在还是老一些啊，右手边比较新。凤翔玲珑，看看卖金银的。现在金好像都非常非常昂贵了，600多还是多少？培罗蒙是做西服的，还有个28年。很可惜这些老的建筑都少一些介绍，不然我们会读到更多的历史。对面啊，我想可以看到的是有个 M&M's， 这是好大的一家店，没有摆放的也很新奇。右手边也出现一家老的啊，新雅粤菜馆，以前我们也来吃过饭，这家有年头了，上面写的是中华老字号，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特殊商标，1926年建的，98年的历史。这是一个皇冠假日酒店 Farm Plaza。一家叫上海丈子公司，哎呀，我都原先没有仔细看过，这也是一家中华老字号，专门把老店都搬过来。它是1942年，上海卧室用品有限公司，主要是买卧室的一些用品，所以叫丈子。这里面在卖的是一些床单啊、床铺啊一些东西，红色的感觉比较喜庆。那也比较俗气。我尽量抓一些有历史的歌来看看。这个中间啊，有时候还有小火车啊，一些相对复古的小火车会开，坐上去纵观快速的去浏览整条街道，那也是不错的。这是第一食品商店，这个很久了，应该值得一看哦。上海 First Food Hall。啊，这个我知道，大马也有大白兔奶糖，你看，大白兔，怎么给我吃？菜吗？什么？你不要给他菜。这边就是新雅粤菜，非常好哈。海烟烟行，在中国香烟是受管控的，是要拿到准证才可以去卖的。香烟每年创造的税收是非常非常高的。我拿到的第一张 offer 就是上海烟草公司，但我觉得不如半导体，我自己付了4300元人民币，在18年前把它给拒掉了这个 offer。这栋楼在维护啊，而这些楼还是经过维护啊，才会保持一定的状态。烟云楼也很长时间，应该是个北京的，专门做北京烤鸭的，它也是始于1928年。20年代发生了好多事啊。还有一家红长兴的，朋友们就在右边，这家1891年，那是有很久的133年的历史，红长兴做清真的，Halal，这都是中华老字号的。这个整栋楼在维修，这是百联的，百联是上海很大的一家所有的百货公司的集团。茅台现在联名了，时装公司，这是时装公司，繁花里面也讲到过这个，在里面卖衣服。
周边也有来头了，保大小青少年儿童购物中心，这样卖一些玩具啊什么的。安保特别好，警察很多，这也是中国特色。但是呢，通常大家会觉得有点怪，你举着东西到处拍，大家会非常警觉啊，在中国是这样的。但是在南京东路游客云集，就不显得奇怪，所以我也拍给大家看一下。工商银行500条。好，刚忘了说了，它长是1528米，那这个路的左右宽呢，18到28米不等，有些地方窄一些，有些会宽一些。这里的走廊这些小路呢，都做了一些小零食的摊。这都是1989年被列为保护单位的，但实际它的历史肯定是要早得多了。这个我觉得值得看一下啊，叫永安百货，也是非常非常有历史。我们看这个楼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引以为傲的，在中国为数不多的留下的老建筑，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一些介绍正大光明的放在门口，那增加它的文化气息吧？是这样的，永安百货，永安，让我想到大马的 A 奥，永旺。啊，看看上面的楼，再看一眼这个老建筑，这还是比较复古的建筑。这条马路啊，这个是要待会儿是要过马路啊。为了不让车进来，都用了这些电子的这种电子的这个叫什么？错。这也是有来头了，沈大成，很多人爱在这里买青团，青团是清明节前后吃的，但它日常化了，也时尚化，有各种各样新鲜的口味。现在也卖粽子，这是几几年的品牌呢？我让我的无知啊，你都说不上来。但它也是中华老字号，沈大成。我们大家看看这些点心怎么卖。桥头糕就是用面粉类做的糕，4块钱一条。青团我们看看啊。豆沙青团5块钱一只，蛋黄肉松呢就8块，还是非常实惠的。这样，看一下。哦。这个绿色的就是青团跟绿色。什么？新加坡的有机香，新加坡肉干在这里特别流行。你好，要买点肉脯吗？我看一下，可以尝一尝啊。谢谢。21块钱50克，也就是1公斤的话呢，就要400多块钱，300马币1公斤。这也是老字号了，那一定是有年代啊，能够留存下来，而且有口碑的。三阳南货店，这个很时尚啊，都很多大量的电子产品。第一医药商店啊，以前你来，但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原来这么多老店都在这里啊。这里卖药，雷允上是一个很长时间的，但放着一个瑞幸就有点违和，来看到。那个瑞幸咖啡，瑞幸咖啡马上要进入大马了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它是否会成功，因为大马喝这样的咖啡的人做成连锁，并不如绿水晶城这样。但是要改变大家的习惯，或者它是不是会推出茶饮、限制茶饮之类的。这个是雷允上，雷允上的历史应该很长，但我不知道具体是多久。还有北京同仁堂。这边有一个叫七重天宾馆，我们就看看视频吧。哎，是这样的一栋楼，都是比较复古的哈。应该说就是我说的复古啊，就是豪斯风格以前的这种装帧，非常繁复。空间利用当然是不错的。
啊，这就是我说的小火车，现在好像不是特别复古，贴满了广告，大白兔。还有另外一种应该，不是干活，那个他。就像亚太广场 Zara。这里是高楼林立啊，一栋接着一栋，参差绝笔。伊里商务时装当然是近几年新出的，主打商务休闲，但是廉价，翻新也比较快，有点像是 Zara 或者 H&M。阳光，这应该是新的。我看右边有个 Holiday Inn， 这建的很漂亮。在中国 Holiday Inn 啊 ，Crowne Plaza 啊，在中国都是比较高端的，都是级别很高了。前面那个是 Crowne Plaza， 在后面就是那个世贸的楼，很高耸，有点像擎天柱这种。Transformers， 这个意思。你看，刚才还忘了我意思，还好，本帮手不像坏人。老凤祥，藏宝金。哎，讲到 Transformers， 你看这里就是一个 Transformers， 这个楼巨大的显示屏也很漂亮哦。哈根达斯，所有的哈根达斯啊，在中国都是非常高端的，它至少是这样，甚至更大、更豪华的店面，不是大满那些小小的。它品牌在这里高端化，当然它是策略是很成功的，很多都是这样，像金沙、贝列罗巧克力也是一样的，采取了这样的策略。再看看这个楼很漂亮，大量的镜面反射。哈根达斯还有2楼，周大福也是老牌子，做精店，还是在装修。生意还行啊，不像想象中的萧条，现在还是可以，因为现在是2024年6月27日的中午12点，上班日，但是呢是中午。老大房，哎，也是一个老字号，对，这叫老大房。而且它有名的是卖鲜肉月饼，上海的鲜肉月饼在中秋节的时候推出，是现烤的，外面是酥皮，里面是鲜肉或者汁水的这个肉饼，热热的，不是做完以后冷的那种。这个还挺好。啊，下面都有电子屏，现在大量采用大型电子屏，来增加 promotion 的效果。好，现在还有在卖，站起老大房，5块5一个，价格都非常亲民，不像是景点。榨菜鲜会增加什么鲜甜，6块钱，还不错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接着往前走。老凤祥又是一家金店，线上是有很多名字，是特别热爱黄金的，所以这也使它既稀有又有价值。凤祥，可是我看不到金价了，又可以红包。这还蛮时尚，你看，动漫的形象放到一起，这个特别好玩。啊，对了，要看一下这个楼，也是一个很复古的楼。看这个。历史到处有，马达，海伦宾馆也有历史。刚才是 Adidas， 这栋是 Nike， 它也在一个比较不错的楼里。这里，好吧。这个小的亭子呢，这里面可以买到一些门票，
一些游船啊，一些bus tour bus 的门票，还有可能上海的老的这个做成比较复古的一些上海产品，还有花糕。那应该还有居民在住，看这个楼，铁门之内。张小泉，这非常有名哈。哇，这个厉害，这是1628年，是明朝的时候就建立。张小泉是做剪刀的，它主要是这种铁和钢制的东西做的比较好，剪刀、刀具。也是一个文物保护建筑啊，叫金国大楼。须眉不让金国为金国，这样。剪刀手臂。这栋楼有历史，看一下，1628，大概了解一下。看一眼，太好玩了。哎，比我想象的便宜啊！1把剪刀普通的68，我也看到一个套装，感觉很复古，400多。这里还有居民住的，叫保安坊。上海以前老弄堂是这个意思。刚才一栋楼，上面都是一些很密集的房子，在这样子。这里叫弄堂，在里面封闭，非常密集，非常小。但门口是没有铁门的啊，这是一个什么坊什么坊。叫曼克顿广场。我记得小时候我爸带我来玩电子游戏 arcade， 好贵啊！小时候啊，现在父母收入都不高。第一次带我吃肯德基，就是他们就坐在外面，甚至坐在里面不吃，要给我一个人买一套。这里也是，看我一个人玩啊，就满足。但是非常值得，到现在都记得，也非常感谢感恩父母这么为了孩子无私的付出。那个30多年过去了，老庙豪金也是一家很老的金店了。你喜欢的是什么？整个都是金碧辉煌的感觉。老庙 Jewelry， 无良才眼镜，恩德利球队，这都是老牌子哦。有个人在搞诈骗的，跟外国人说英文特别流利。再介绍，跟大家讲什么什么气。得迎合某些老外喜欢买便宜的假货，把别人不要。周大福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好，这肯定是家也不行，有违知识产权的。小凤祥，回来，这是始于清道光28年，1848年，176年。小凤祥，非常难。哦，足金，700多块钱，709应该是。这边都还比较新的一些，置地广场虽然也不新，90年了，但相对跟其他建筑比起来就比较新。这个果云轩啊，果云轩是一个卖古玩字画的古董一家店。都是老店啊，
所以非常。邵万生1852年，哇，178年。也是有鲜肉月饼、糟卤，里面还有卖火腿，非常非常里面的地方，在这里，这是在卖火腿。我们进去晃一圈吧。就在运动鞋腿。走，你去看一看。敢敢向前走。还年轻嘞。这还走进蝴蝶酥、英式、清炒、鸡烘糕，这都是老上海有的。我进来看看还是有吃的，这是各种蜜饯，将近200块钱半公斤。现在不要了。这些时尚包装，肉松很贵啊，我这儿200块钱半公斤，特别高，99元不便宜。这种糖果，将近100块钱半公斤。没给那谁有啊？要吃蓝莓啊！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大白兔的话，42半公斤。那个算起来，1公斤是50马力，50多马力，不便宜啊。15块钱。你是买这个的？你吃几个？好，我们接着向前走。稍微等一等红灯啊，前面你看可能还有一半，再往前这个红色的旗杆，把它放大，哎，看到吧？这里，这个就典型的是外滩的万国建筑，就这个地方，这个位置，中间红色的旗，这个国旗飘着国旗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靠近外滩了，现在还没有到，来缩小，走了。旁边沧浪亭呢是苏式面，也很有名，沧浪亭。哇，这条路真的是非常好。这个关闭了，对，酒店。老店呢是百货、金店、手表、眼镜、衣服、时尚、时装，新店呢也有不少，但是呢是以这种小吃啊、新的一些潮牌为主，还有一些国际品牌、运动、Nike、Adidas， 或者叫 M&M's 一些食品 ，fast food。王开照相师家，应该也是非常老，拍全家福的，很多人现在拍全家福啊，还会去王开。有一个我们全家也是去拍的，哇！但是这个画质真的是差到一塌糊涂。我就不是说它的技术怎样，但它首先画质就是有问题，它用的格式，它没有用 RAW， 它更没有用高像素，修出来的颜色也是真的，我觉得非常非常不满意。这是一个新的漫画，Levi's。这年轻人懂哦，压根不懂啊！你看，手办，奥特曼，蔡澜美食家开的点心店，蔡澜点心，这个让我不知道玩不。MLB 我知道啊，是个潮牌，应该是卖帽子的是吧？帽子、衣服 ，H&M。哎，这些是新的时尚，叫流金啊，那么流行，那么多动漫元素，都不知道。
卖手办，还有人在这边。而且好受欢迎哦，很多人。有必要进去转一转，了解一下新的时尚。运动。我不太能清楚。外售。这个买1000多1000多。金刚。对呀，那个便宜啊。想买的话，哎，这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奶茶店，叫 Milk Bus， 是卖奶茶，20-30块钱一杯。这是个 mall， 红衣广场。哎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苹果商店呢、这里。门口也有一个警察岗亭，好违和啊！啊，这是相对复古的这种小火车，是这样，每人10元，价格公道。有3星，我们再回头看一下，前面都快到了，我们看一下走过的路，从哪儿来去？现在应该是将近1500米走掉，就最后50米的路了。大肠，回来，我们走了，回家了。当然，再往前走就是外滩啊，这一路向前走，要看到特警的车停着，维护安全。那条路也非常不错，但这个中华第一街，南京东路步行街，1528米，带大家走完了。哦，就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1998年8月20日，市政府决定建设南京东路步行街。这里是河南中路，我刚刚说错了，河南中路，刚才呢是叫西藏中路过来。99年9月21日竣工，至今25年。前面还有是一个家人跟小孩的铜像，这里爸爸不见了，这一路走过来，爸爸丢失了，就妈妈给小孩了。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题词，南京东路步行街。我们再看一下这条路吧。好了，今天兴致所致啊，给大家逛了一下，欢迎发表你的看法，拜拜。